从埃利密谢到奥赫玛，那个曾在金黄色麦浪里做梦的淳朴少年，如今已成为身负重任的救世主。他收下每一份寄托，每一份请求，每一份期待，将自己锤炼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样子。在跨越接踵而至的困难之时，在承受日积月累的苦痛之时，他一次也没有回头，只是一味向前奔跑，期望为这个他和同行者们所深爱的世界写下不同以往的结局。本期的走进星穹，就让我们走进如今正背负着翁法罗斯众人的期盼，被视作完美的英雄白垩。在如此年轻的年龄便被誉为完美，是否有些为时过早？怎么，您是知道些什么吗？正是希望能有更深刻的洞察，才特地造访贵地。哈哈哈，那您就来对地方了。总之，非常欢迎元老院的名誉元老、公民大会首席主持、翁法罗斯沉浸式戏剧开创者莱古士阁下来参加本期节目。不敢当，我今天只是希望以一位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热心市民的身份，与大家交流一下看法。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来一起深挖一下这位广受好评的英雄吧。白垩是毁灭命途的物理属性角色，传闻他武能手刃泰坦，文能辩论鉴宝，不仅所学之事无一不精，而且为人善良谦逊，富有担当，可谓是德行兼备的全才呀。跟您打探一下，这些传闻实在是有些过于惊叹，可有什么不实之处？哪里，都是事实哦。只是若要详谈，恐需大费周章。我们还是以本期节目的内容为重。先回到正题，请继续您的介绍。释放普攻，白垩将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物理属性伤害。释放战技，白垩获得一定点数的火种，并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物理属性伤害。您的展示十分清晰，但它似乎还有更大的潜力。我在想，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啊哈，您抓住了一个关键议题。事实上，方才所展示的是尚未完成全部试炼的白垩，但试炼完成后，他便能够进行变身，唤醒自身真正的力量。黄金翼的试炼向来不易，想要达成条件并完成变身，是否有些特别的策略或关键步骤值得我们关注？白垩变身的关键就在于积累足够的火种。除白垩自身的战绩外，当白垩成为队友或敌方的技能目标时，也将获得一点火种。只要火种达到一定点数，白垩即可激活终结技。请注意，如果对白垩释放技能的是我方队友，白垩的暴击伤害将提高，持续一定回合。接下来正片开始，释放终结技，白垩将变身并展开境界。此时我方所有队友离场，敌方全体被植入物理属性弱点。变身后，白垩将使自身的攻击力和生命上限提高，并免疫所有控制类负面状态。变身期间，白垩拥有一个强化普攻和2个强化战技，无法释放终结技。变身期间，白垩按照固定速度进行多次行动，这些行动均为额外回合。当白垩变身以及在变身后释放强化普攻、强化战技1时，都能够获得一定点数的专属充能点毁伤，消耗毁伤能够释放强化战技2。此外，变身期间他的所有攻击均可为自身恢复一定生命值。后生可畏，此子实力非凡，若能加以良好的引导，必定前途无量。毕竟是黄金翼的新领袖，包治永双全的。变身后的白垩释放强化普攻，获得一定点数的毁伤，并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物理属性伤害。释放强化战技1，变身后的白垩将获得等同于场上敌方数量的毁伤和一层噬魂之翅，同时使敌方全体目标立即行动。拥有噬魂之翅时，白垩受到的伤害降低，且敌方的每次行动都将使噬魂之翅增加1层。敌方全体行动完毕后，变身后的白垩将立即进行反击，对敌方造成一次全体物理属性伤害以及一定次数的随机单体额外伤害。白垩的噬魂之翅层数越多，反击倍率越高。反击结束后，白垩解除噬魂之翅。敌人的行动虽本意为害，反而阴差阳错地成全了我。从此谁还能与我为敌？从此横行世间，谁还能对我说个不字？听闻阁下之言，真是惊心动魄。莫非阁下对毁灭世界之道有着精深的见解？
不，我没有，别乱说啊！释放强化战绩2，变身后的白垩将解除自身所有负面效果，并消耗毁伤点数，对敌方随机单体造成一定次数的物理属性伤害。消耗点数越多，伤害次数越多。当消耗的毁伤达到一定数量时，变身后的白垩将对敌方全体造成额外伤害，伤害由敌方全体均分。当变身后的白垩处于最后一个额外回合时，将对敌人发动最后一击。最后一击将对敌方全体造成均分的终结技伤害。发动最后一击之后，白垩将结束变身，并提高我方队友的速度，持续1个回合。若他能够持续突破自我，必将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出无尽的可能。解锁特定行迹，当白垩进入战斗或结束变身时，将获得一定点数的火种。解锁另一特定行迹，当队友对白垩提供治疗效果或护盾时，白垩造成的伤害提高，持续一定回合。提供能量恢复的技能效果时，白垩获得一定点数的火种。探索过程中，当编队中存在白垩时，队伍秘技点上限提高。释放秘技，白垩将消耗2个秘技点，攻击一定范围内的全部敌人。释放秘技进入战斗后，白垩将获得一定点数的毁伤，并为我方队友恢复一定能量，为队伍恢复一定战绩点。在每个BOSS开始时，对敌方全体造成物理属性伤害。而如果面对的是普通敌人，则白垩会直接将其消灭，不会进入战斗。总结一下，白垩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自身释放战技以及成为场上其他行动者的技能释放目标等多种手段，尽快获得足够火种，并释放终结技进入变身状态。变身后的白垩拥有多个额外回合，并获得强化补攻和2个强化战技。通过变身以及在变身期间释放技能，白垩能够积累专属充能点毁伤，消耗叠加的毁伤点数。变身后的白垩能够释放更为强力的技能，对敌方造成更多伤害。最后结束变身前，白垩还将会对敌人发动可怕的最后一击。每每想到此等人物就在吾辈身边，真可谓是卧虎藏龙。的确，自黑潮席卷翁法罗斯以来，这座城便危机四伏，暗流涌动。多亏了像白垩这样的英雄们竭尽全力，是要消除黑潮的威胁，保卫这片土地呀。现在，让我们一同观看白垩在前线奋战的实时画面，感受他无畏的英勇与坚韧。队友释放秘技后，白垩释放秘技进入战斗，对敌方全体造成了第1波伤害。队友对白垩释放终结技，白垩获得了额外的火种。队友对白垩释放战技，白垩再次获得火种。白垩通过释放战技，成为我方队友的技能目标，以及承受敌人的攻击，使大量火种快速累积。只见白垩瞅准时机释放战技，在击杀了第1波敌人之余，还积累了足够的火种，释放终结技，进入变身状态。进入变身状态的白垩获得毁伤，面对敌方的第2波队伍，他立即释放强化战技2，消耗已有毁伤点数，对敌人造成多次伤害。随后变身后的白垩释放强化普攻，获取毁伤，并瞅准时机再次释放强化战技2，对敌人造成了致命攻击。敌人见状，上阵了更为强力的队伍，虽然妄图激起一些火花，只可惜这在变身后的白垩面前只是无谓的挣扎。白垩释放强化战技1，获得了等同于场上敌方数量的毁伤，使敌方全体目标攻击自己后立即进行了反击。白垩受击次数越多，噬魂之势的层数越多，反击伤害也越高。释放强化战技2，白垩消耗方才积累的所有毁伤，对敌人造成重创。事已至此，敌人的所有挣扎都是强弩之末。白垩通过轮番使用2个强化战技，快速积攒并消耗毁伤的方式，持续对敌人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打击。就在敌人气数将尽之时，白垩进入了最后一个额外回合，救世主发动最后一击。纵使再强力的敌人，在这可怖的打击面前，都得灰飞烟灭，下班收工。真是个好苗子啊！您还真热心呐。不过对不起，这个苗子早就从神武术庭毕业了，现在才想培养他，有些不赶趟喽。不，为时不晚。为时不晚。不是师傅，您在翁法罗斯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幕后工作。是吗？我只是一个心系银河未来的热心市民罢了。